你是否已经注意到，你大部分的精力不是用在做重要的事情上，而是用在对抗容易的事情上？你没有动力问题，你有一个自控问题。现代生活的真正悲剧不是缺乏机会或资源的稀缺，而是冲动的暴政。在这里，心智和身体就像被宠坏的不受约束的孩子，主宰着你存在的节奏。你躺下时承诺明天开始一个新习惯，但当闹钟响起时，虚弱的心智开始行动，你投降了。这种充满负罪感的拖延和情绪反应的循环耗尽了你的生命力。我感受到了你挫折的重压，那种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但在执行上始终失败的人的无声的羞耻。你不是在追求成功，你是在寻求平静，而这种平静只有当你停止做你即时欲望的奴隶时才会到来。你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了获得永恒的自主权，我愿意牺牲多少即时的快乐？你渴望的生活，你羡慕他人拥有的平静，需要付出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你当前的现实是一个内在的战场，其中士兵，你的身体和你的恶习正在不断地反抗将军，本应是你的理性。你在一天中航行，任由通知、简单的分心和消费社会作为速效毒品提供给你的即时满足摆布。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状态，被动反应、分散，被短期快乐引导，不断地推迟本质的事情。你带着计划开始一周，但在第一个不适的迹象、困难的任务、早晨的锻炼、认真的谈话，你就会和自己谈判。你像对待一个需要奖励才能履行职责的被宠坏的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结果是无声的混乱，灵魂的混乱，情绪的脆弱性随之而来，因为你从未有过勇气对你冲动的自我说不。要知道，你的痛苦是有效的，但它不是命运。你在这里是因为你感觉你的生活是被惯性而非选择所活。你厌倦了这种环境受害者的角色。我不会给你提供生产力技巧或心智黑客，我将提供给你的是经过2000多年检验的心智技术。让我们停止将纪律视为惩罚，而将其重新定义为策略性自由。纪律不是束缚你的锁链，它是将你从你自身冲动的监狱中解放出来的钥匙。它是选择现在困难的事情，以便之后拥有轻松与平静的行为。在这个路线图中，我将引导你通过斯多葛自律的7大法则，这是将你的脆弱性转化为不可动摇的自控的战场地图。如果你准备好停止与你虚弱的心智谈判，并开始在你内在构建不可摧毁的自我，请坚定这个承诺。请给视频点赞，订阅频道，以确保你收到下一个战场地图，并现在评论我选择困难。现在就做出这个小的纪律行为，不要拖延。让我们开始你新生活的基础。建立这种策略性自由的基础是斯多葛主义，这不是一种消极接受的哲学，像许多人简化它那样，它是一种有益的行动和激进的自控哲学。古代斯多葛派如马可·奥勒留、塞内加和艾比克泰德，他们不感兴趣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在于你在这个世界中应该如何行动。他们认识到你唯一能真正控制的领域是内在的，而运用这种控制的工具就是纪律。将斯多葛主义视为不是一套道德规则，而是一本叫你构建一个无懈可击的内在堡垒的心智工程手册。因此，不自律是这个堡垒城墙上的第一个缺口。如果你不把它封住，外部世界带着它的噪音和诱惑就会入侵并掠夺你。美好生活的道路始于控制定义你性格的日常小选择。让我们应用重新定义，纪律是将脆弱性转化为自主权的心智技术。忘记那个在你耳边吼叫的事关形象或牺牲的痛苦。纪律是斯多葛主义者锻炼的意志肌肉，用它来精准地区分什么是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行动，他的判断，和什么不是外部事件，他人的意见。没有纪律，你会把精力投入到你无法获胜的战斗中，试图控制天气或你邻居的情绪，并忽视唯一真正重要的领域，你的回应。纪律是重新分配你的力量的行为，它是业余者、等待动力的人和大师创造行动的人，无论他的心情如何之间的区别。你需要一个生活的准则，
而纪律是解锁你按照你最高价值生活的最高准则。为了巩固这个概念，听听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的：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则不然。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的是意见、冲动、欲望、厌恶，简而言之，所有属于我们行动的事情。你需要停止寻找借口，开始寻找对自己的权威。纪律是重新夺回对你冲动的掌控的行为。例如，当你决定早起，而你的身体渴望多睡5分钟时，醒来的那一刻就是你的心智战场。纪律是你内在将军的声音，他说：决定，执行，不要谈判，保持阵线。我们现在将深入探讨的7大法则的实践是严苛的训练，它将你从冲动的奴隶转变为你自身生命的设计师，成为一个不屈服于诱惑、不屈服于压力的不可摧毁的自我。第1条法则很简单，但非常有效。当你做出一个与你的价值观一致的决定时，那个决定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谈判的法令。执行的敌人不是懒惰，而是心智辩论。你的身体，一个被编程为追求能量效率的士兵，会向你提供数十个推迟任务，满足于足够好的逻辑论据。虚弱的心智热爱复杂性和例外。就今天一次，我值得，我累了。这是冲动的奴隶的声音，试图破坏你自身生命的设计师。大多数人在允许决定被重新讨论的那一刻就输掉了战斗。他们前一晚制定了攻击计划，但天亮时，他们召集了一场危机会议来投票表决这个计划是否仍然有效。斯多葛主义者知道决定是在心智平静和清晰时做出的，他会尊重这个誓言。想象你身处一个黑暗的森林中，你需要走直线到达另一边。每一步，阴影中的树木都在低语。停下来，休息，路太长了。普通人会停下，坐下，点燃一根分心的香烟，迷失在噪音中。然而，不可摧毁的自我是那个在心中勾画出路线后立即销毁地图的伐木工人。他不再征求意见，道路已经确定，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走。走的决定不是早上辩论的问题，它是将军对其步兵的命令。没有如果或就这一次的空间。通过将你的决定转化为不可谈判的法令，你节省了你的心智能量，并将其从无用的内部斗争重新分配到无情的执行上。自由诞生于你对谈判官上门的那一刻。自我的大师不需要每日的动力，他有一个超越当下心情的荣誉承诺。自给自足不是在史诗般的时刻锻造的，而是在日常仪式的单调一致性中锻造的。你必须建立一个不可侵犯的惯例。人类的自我以新奇和兴奋为食，它蔑视重复。周一开始和周三放弃的循环是由寻求神奇解决方案，一个能改变一切的单一事件所推动的。但是斯多葛美德是逐渐的一块一块砖地建立起来的。虚弱的心智称之为无聊的，不可摧毁的自我称之为纪律。这是拒绝表面光彩而选择坚实基础的行为。惯例是锚，阻止你被情绪风暴或现代世界无休止的干扰所拖拽。想想尼罗河，它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一次壮观的洪水，它的力量和肥力来自于它恒定和可预测的流动。你的惯例必须像那条河，每日的流动，即使很小。如果你决定每天只写1页，那就是你的流量。普通人等待灵感来写一整个章节，不可摧毁的自我写下那1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构建了整本书。马可·奥勒留提醒我们，从醒来就带着目的行动。这种意图被编入你的早晨惯例中，它必须像日出一样神圣，一个不能被任何琐碎情况触碰或侵犯的仪式。不可侵犯的惯例将你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转化为惯性，这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你不再花费精力在决定做某事上，而是只花费精力在执行上。每日的一致性，无论看起来多么无聊，都是你有益的证明。它是你变得沉着冷静的实践基础，因为你知道，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你的行动支柱都将保持坚定。你纪律能量的焦点必须完全放在你能改变的事情上。
你的行动、你的判断和你的态度。这是控制圈法则。现代的痛苦被对控制不可控制之事的痴迷所放大。你花费数小时咀嚼你受到的不公正批评，试图预测一项投资的结果，或者担心一个陌生人的意见。这是冲动的、奴隶的心智，绝望的渴望一种只有通过完全控制才能获得的安全感星星，而这是一种错觉。情绪反应性是星星将你的身份投入到外部因素中的直接结果。如果你不能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你就永远不会平静。这里的不自律是将心智能量浪费在空虚的担忧上，这些担忧耗尽了行动的能力。想象你是一个弓箭手，你可以控制你的弓弦的张力、你的姿势的稳定、你的瞄准的精确和你释放的时刻。你不能控制的是风的速度或箭离开弓后的确切飞行。明智的弓箭手将他的所有纪律集中在他的技术上，并以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结果。普通的弓箭手则为风而绝望。同样，你的纪律不应该花费在试图控制一次演讲的结果上，这取决于听众和外部因素，而应该花费在为之完美的准备上，这只取决于你自己。艾比克泰德很清楚，你的任务是管理你在整体中的部分，其余的你应该放手，因为它不属于你。通过应用控制圈的严格纪律，你变得沉着冷静，你停止提前受苦，并将这种能量引导到对现在的精通上。情绪上的自给自足是通过你的满足感仅来源于你行动的努力和有德的意图，而不是结果或外部认可来获得的。你的心境平和是这种策略性分离的奖赏。为了建立心智弹性，你必须练习有益的不是星星，这是星星自愿逆境法则。现代人被编程为追求轻松，我们寻求完美的室温、最美味的食物、沙发上的至高舒适。这种对短期快乐的不断追求不会让你快乐，它会让你脆弱。当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逆境敲响你的门时，你将毫无准备且反应过度，在最小的压力下崩溃。虚弱的心智逃避不适，但斯多葛主义者寻求它，将其作为对抗悲剧的一种疫苗。缺乏对舒适说不的纪律，正是让你成为恐惧和焦虑的奴隶的原因。当生活要求你坚强时，伟大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建议我们定期进行小的剥夺，例如吃简单的食物、穿旧衣服或睡在地板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因为受虐狂，而是为了自由。将你的身体和心智想象成一把剑，如果你把它留在剑鞘里，它会生锈；如果你把它在火的熔炉中强迫，并在冰冷的水中淬火，它会变得更坚固、更锋利。早晨的冷水澡、间歇性进食，或决定2小时不查看手机，这些就是锻造的练习。每一个自愿的不适行为都是一次微小的胜利。它向你低语：我能够承受这个，我不需要舒适来生存，而且我当然不需要它来繁荣。自愿坚韧的实践不是关于受苦，而是关于向自己证明你比环境更强大。它建立了一个弹性储备，使你不可摧毁。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失业、疾病、失败，你将拥有细胞记忆，知道你曾经选择承受不适，并且可以出于需要而承受它。为拥抱今天的小不适而付出的纪律，正是确保你面对明天的大不幸时的自由和力量。斯多葛主义者不被盲目乐观所迷惑，他使用消极可视化的纪律或预想灾祸来为心智准备失败和损失。现代心智痴迷于只可视化成功。我们对自己说，积极思考，宇宙就会给你带来胜利。但当宇宙给你带来失败时，会发生什么？普通人会崩溃，以震惊和绝望来反应，因为他的心智缺乏预期的艺术的纪律，被打了措手不及。恐惧不隐藏在你所能想象的深处，它隐藏在拒绝面对最坏情况的拒绝中。这种否认的代价是危机时刻的情绪反应性，恐慌取代了计划。想想一个飞机驾驶员，他在每次飞行前都会经过一份详尽的灾难性故障检查清单。他不是在悲观，他是在自律。他想象引擎故障、高度损失的场景，以便当警报响起时，他不会恐慌，而是执行预先确定的协议。
你必须对你的生活做同样的事情，有纪律的，在你的日常中留出5分钟问自己，如果我失业了，如果我的项目失败了，如果世界背弃了我，我该怎么办？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为了计划。通过面对损失的可能性，你夺走了它的震惊力量。更重要的是，你意识到你的行动能力和你的内在价值保持完好，无论什么被夺走。消极可视化的纪律是心智疫苗，使你对命运的打击不可摧毁。通过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你正在消除震惊和反应性。你在压力下变得冷静，因为灾难性的场景已经被描绘出来，你的恢复计划已经被勾勒。你不再是天真希望的人质，而是你自身生命的设计师，准备好基于你的努力进行重建。真正的纪律不是基于巨大的结果，而是基于对你的努力的无声和严格的技术。价值在于过程。冲动的奴隶只被外部认可和及时满足所激励，他只有在能发照片时才去健身房，他只有在被注意时才工作。如果进步缓慢或不可见，他就会放弃。这种对外部验证的依赖使他的纪律脆弱且不稳定。这是寻求捷径并拒绝精通所需的缓慢和默默无闻的人的不自律。虚弱的心智问：这会成功吗？斯多葛主义者问：我是否正在按照我的价值观行动？想象一个雕塑家在一个孤立的房间里处理一块大理石，他花费数小时、数天、数周，移除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碎片。进步对世界来说是看不见的。普通人会说，真是浪费时间。自我的大师明白，价值不在于最终的雕像，而在于每一次敲击的精确性，每一次重复的纪律。他正在进行他的无声技术，这是第5000次敲击，它是以与第一次相同的意图完成的。你的纪律必须是一个私人事务，内在验证的。你的满足感必须来源于履行职责、诚实的努力，而不是你收到了多少赞或得到了多少赞美。通过专注于无声技术，你变得内在验证，你停止将你的力量和满足感外包。外部结果，它在你的控制圈之外，相对于你的职责而言变得次要。你不会被小挫折所困扰，因为你的任务是尊重过程，而不是强迫结果。纪律不是给别人看的表演，它是你与你的良心之间的荣誉契约。斯多葛主义者的纪律体现在无声的执行中，而不是响亮的宣布中。这是策略性沉默法则。现代世界促使我们在行动前寻求验证。你宣布你的宏伟计划以获得多巴胺的释放和社交掌声，大脑将其误认为是执行的功劳。但是通过这样做，你在开始之前就耗尽了你的意志力，失败的机会增加了。虚弱的心智使用意图作为行动的替代品。普通人谈论他将要做什么很多，自我的大师知道唯一的力量在于行动。对验证的渴望是不自律的最后和最微妙的陷阱。伟大的建造者在第一次挖掘时不会宣布他将建造一座摩天大楼，他默默的工作，地基是在黑暗中，在地下铺设的，没有人看到，但那里是所有的力量所在。普通人，冲动的奴隶，在第一次挖掘时用扩音器喊叫他打算建造的第1000层。不可摧毁的自我明白力量是谨慎的，正如塞内加所说，让你的行动而不是你的言语成为你的赞美。你的能量是一种有限的货币，将其花费在执行上，而不是修辞上。沉默的纪律迫使你在工作中寻找你的验证，而不是在社交网络的回音中。通过练习策略性沉默，你变得有意的专注，你消除了外部验证的分心，并将你的意志力能量完全引导到手头的任务上。你的满足感将是完成作品的艺术家的满足感，而不是获得掌声的演员的满足感。纪律不需要目击者，它是你完全在控制中的证明。你已经通过了斯多葛自律的7大法则，以实现自给自足。现在地图已经完成，但知识本身是死种，将我们从普通人分离出来，成为你自身生命的设计师，成为不可摧毁的自我的，不是我们知道什么，而是我们做什么。真正的纪律要求你现在就迈出第一步，不要进行试图窃取这个机会的心智谈判，不要满足于成为你自身转变的旁观者。
我挑战你停止成为思想的被动消费者，而成为你自身卓越的生产者。一个设计师的第一个行动是放置第一块石头。你的第一个纪律行动是公开承诺，使你的意图更具约束力。在7大法则中，不可谈判的决定、不可侵犯的惯例、控制圈、自愿逆境、预想灾祸、无声技术、策略性沉默，选择那个最引起你共鸣的，那个将成为你第一个战场。不要选择最容易的，选择你最需要的。评论的行动就是你对你虚弱心智的宣战书。为了坚定你的新行为准则，请在下方评论你将从明天开始严格应用哪一条7大法则，并使用标签不可摧毁星。如果你准备好承担完全的控制，请点赞这个视频，并订阅以接收你的下一个战斗计划。如果你坚持到了这一点，你已经证明你拥有一致性的纪律。也请评论短语我留到了最后，来激励那些仍然困在反应性循环中的人，并建立我们自我的大师的社区。你的沉默帮不了任何人，请与你知道也在努力成为不可摧毁的自我的人分享这条信息。